大家好，我是曼达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聊聊一个传奇人物查理·蒙格他的投资智慧。你知道吗？他的方法重点从来就不是教你怎么快速致富，反而是教你怎么慢慢变有钱，然后永远都有钱。这听起来不只是一种投资策略，它更像是一整套的思维系统，真的有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钱、对成功，甚至是对人生的看法哦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喽。好，我们先从这句话看起。大家老是问我怎么快速致富，我一般的答案是不要急，你得先学会怎么不变穷。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啊？叫你不要急着变有钱，而是先学会不穷。但你相信我，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背后，其实藏着通往真正财务自由的关键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把它拆解清楚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一步一步拆解呢？我们会看5个重点。首先，为什么快其实是个陷阱？再来，我们会看到慢的惊人力量。接着是怎么避开那些致命的错误。然后我们要来面对自己内心的敌人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，就是学会拥抱那个听起来超无聊的致富艺术。好，我们就直接切入第一点，追求速度其实是件很傻的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整个社会都在追求快、追求效率，可偏偏在累积财富这件事情上，快反而变成了你最大的敌人？蒙格的观察，我觉得真的超犀利哈。他说大部分的人之所以穷，问题根本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因为他们太没有耐心了。大家都想要一夜暴富，最好一步登天，但这种对快的迷恋呢，就像你在跑步机上用尽全力冲刺一样，你看起来超努力，满头大汗，结果呢，你还是在原地。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陷阱。你看这张图就把这个矛盾讲得非常清楚。左边是那些让你心脏狂跳的诱惑，一下暴涨的比特币，热到不行的 AI 概念股，每一个都在跟你招手，跟你说，这次不一样哦，快上车哦。但你看看右边，现实是什么？现实是这些东西的背后，往往就是杠杆、投机，说白了就是赌博。这就是蒙格一直警告我们的一条通往自我毁灭的捷径。所以快既然是个陷阱，那解药是什么？答案其实简单到不行，但做起来却难如登天。这就带我们来到第2个重点，耐心的力量。蒙格要告诉我们是，真正的智慧不是比谁跑得快，而是要学会把慢变成你最厉害的武器。讲到蒙格，大家一定会想到复利，对吧？但他讲的复利可不只是钱滚钱这么简单哦。他认为复利这个力量更可以用在我们的品格跟理性思考上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每天在思考上都进步那么一点点，几十年下来，那个智慧的差距会大到像一道鸿沟一样。所以记住，脑袋乱糟糟是没办法产生复利的，只有清楚的思考跟持续的学习，才能让时间变成你最好的朋友。这一句话真的太经典了，完全就是他的心态写照。大家以为我是长期投资者，错了，我只是一个有慢性耐心的人。当别人都忙着冲刺的时候，我正忙着等待。所以你看，蒙格的耐心绝对不是那种呆呆的、被动的等，它是一种纪律，是一种想得很清楚之后的主动选择。当整个市场都疯狂的时候，他什么都不做，这个无为本身就是最强大的作为。好，如果说耐心是我们的油门，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最重要的刹车系统了。这就是蒙格哲学的第3个核心，也是他最有名的一个观点：避免做蠢事。因为在投资这场超级马拉松里面，最后赢的通常不是跑最快的那个人，而是跌倒最少次的那个人。你看这个对比，我觉得超有意思的。大部分的人目标都是我要努力成为天才，想要做出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决策。但蒙格的目标是什么？是持续力的努力，不要当个白痴。你想想要成为天才，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到。但是努力不要犯那些很明显的错误，这件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做得到。这条路虽然听起来没那么帅，但它走得更稳更远。那到底什么是蒙格口中愚蠢的错误？其实都蛮常见的。比方说，用你根本不需要的杠杆，市场上流行什么你就追什么，买一些你根本看不懂的东西，还有随便相信陌生人给你的什么内线消息。最可怕的是，因为成功了几次，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些错误的共同点是什么？
它们全都来自我们人性的弱点：贪心、害怕，还有自大。只要能避开它们，你就已经赢过市场上90%的人了。所以你看，这句话就把整个哲学给总结起来了。你不需要比别人聪明，你只需要比他们少蠢那么一点点就好了。真的，那些超凡的报酬，往往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多不了不起的决定，而只是因为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，你比别人少犯了几个会让你一蹶不振的致命错误，就这样而已。可是要做到不愚蠢，说真的超难，因为我们得面对一个更厉害的对手。这个对手他不在华尔街，也不是市场上的什么风风雨雨，他就住在我们自己的脑袋里。没错，这就是第4部分，你的内在敌人。现在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揭开这3个会毁掉你财富的元凶。第一个敌人，哇，这个真的很毒，就是嫉妒。它最可怕的地方是常常会伪装成上进心，让你不断的去跟你的邻居、同事、朋友比较。看到别人成功，你就开始焦虑，心里想着我一定要证明我也可以。芒格这句话讲得超狠，他说嫉妒是所有罪恶里唯一一个你完全得不到任何乐趣的。它只会让你心神不宁，让你去追逐那些热门的潮流，买进一些垃圾资产，甚至背上一屁股债，就只为了证明我也行。它根本就是纯粹的毒药，会一点一点腐蚀你的判断力，让你所有理性的决策瞬间全部跑偏。好，第2个敌人就是债务，它就像现代社会里一个看不见的枷锁。在蒙格眼里，这跟现代版的奴隶制度其实没什么两样。这个比喻真的哇，超有画面感，对不对？债务是一种现代化的毒药，它让你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，直到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穿着西装的囚犯。债务会把你最重要的资产，也就是选择的自由给剥夺掉，它会逼得你为了还钱而工作，而不是为了你的梦想，等于是强迫你在一个庄家永远稳赢的牌桌上一直玩下去。好，最后一个。这个敌人通常是在你有点小成功的时候跑出来的，就是傲慢。当你连续做对了几个决定之后，真的很容易产生一种幻觉，觉得哇，我真是个天才，然后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过去的成功，未来一定会复制。蒙格的警告是，钱本身其实是中性的，它更像一个放大镜，它不会改变你是谁，它只会放大你本来的样子。如果你本来就容易做一些蠢决定，那么财富只会给你更多的子弹，让你爆炸得更快、更惨。好了，当我们学会怎么对付内心的敌人之后，就来到最后一关了，也是我觉得最违反直觉的一点。第5部分，无聊的艺术。你没听错，要创造惊人的财富，那个终极秘诀竟然是无聊。在我公布答案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。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有效的投资策略到底是什么？你脑中可能会冒出很多很复杂的东西，什么量化模型啦、技术分析图表啦，但我可以跟你保证，蒙格给的答案会简单到让你吓一跳。答案来了，真的就这么简单。第1步，买进好公司；第2步，抱着他们；第3步，没了，什么都不要做。对，就是这个听起来无聊到爆的策略，打造了伯克夏海瑟薇这个巨大的商业帝国。这句话把核心观点讲得太好了。如果你的投资让你觉得很刺激，那你很可能就做错了。真正的财富增长，应该要像看着油漆变干，或是看着草慢慢长大一样。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喜欢行动，喜欢那种掌控一切的感觉。但最讽刺的是，在投资的世界里，你那种想要做点什么的冲动，恰好就是复利最大的敌人。所以最后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，一个需要我们用一辈子去回答的问题。财富，它其实不是一场数字游戏，它是一场关于你的人格测验，测验你的耐心、你的自律、你的理性。请问你及格了吗？这个问题让我们把追求财富这件事，从单纯的累积钱，提升到了一辈子的品格修炼。如果喜欢我们分享的投资理财相关知识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分享的宝贵知识与内容了。未完待弃，我们下期见。